在恩施一说到大峡谷啊，大家肯定会想到恩施大峡谷。但是在恩施这个地区啊，其实是有很多峡谷的。像我们上一次去的榆木寨啊，其实也是一种峡谷的地貌。那么今天俊谷啊，就来到了一个相对比较野生的峡谷，叫做龙桥大峡谷。我现在就是站在这个峡谷的边上哦，你看这里下面呢就是万丈深渊了，非常的危险了。看一下这边，就是峡谷的全貌。龙桥大峡谷，在这边上啊，还有一个小的洞。你看，其实呢，我现在是站在这个石板的上面，往下面看呢，是可以穿过去的。下面呢，其实也是万丈深渊。这一块石头啊，其实是往外面伸出去的。大家如果说过来这里拍照啊，一定要小心，不要走到边边上去，因为这些石头呢，其实也是有点松散的。龙桥大峡谷其实就是在大水井景区的旁边哦，上面呢是有2座古民宅，一座呢是李氏庄园，另外一座呢是李氏宗祠。刚刚有一位本地的朋友告诉我，这个地方啊，其实就是当年李氏这个大地主啊杀人的地方。那人是怎么杀的呢？比如说一些长工啊，或者是他们族人啊做了坏事，就要把他们呢从这里推下去。因为人啊即将要死的时候呢是非常绝望的。假如说你推一个人下去的话呢，他可能啊会顺便把你给拉下去。因为这种事情呢以前就发生过，所以后来啊就演变成用一根棍子把人给顶下去。当然这个事情呢是发生在旧社会了。既然叫做龙桥大峡谷啊，那么这里肯定是有一座桥。那么这个桥呢是在哪里呢？其实我现在走着的地方呢就是桥了。往另外一边走呢，就是有一条悬空的栈道。所谓的龙桥啊，就是在这后面，这边呢就是栈道了。这条栈道啊是新修的。其实这个景区呢是跟上面的大水井景区啊是同时开发的，只是上面的古民居啊是开发的比较完整，而下面这条栈道呢是没有修好的。这条栈道啊就是一直延伸到另外一边。你看到了那一边的栈道啊，这个护栏呢是没有水泥的，但是呢依然是有钢筋。所以说它这一条栈道啊其实是没有修好。站在这个位置啊，给大家环视一周。在这个峡谷当中啊，其实是有很多山洞。你看，包括这个呢也是山洞，那边呢也有。下面这条河呢是叫做龙桥河。你看这里呢还有一个小型的瀑布。再往这边看，还有一个更大的山洞。据说这个景区啊，当年呢已经是投资了5000万下去了，但是呢，投资之后啊，却发现这个钱呢远远不够。后来因为后续的资金呢跟不上，所以呢，这个景点呢就开发成这个样子了，就成了一个烂尾的景点。所以说，打造一个景点呢，投资是需要非常谨慎的。假如说这个景点呢，它开发不成功的话呢，你前面投入的再多钱都是浪费。在这块崖壁上啊，也发现一个山洞。这个山洞呢，就显得比较奇特了，因为它的洞口呢是一个正方形，像是人工开凿的一样。其实这个地方啊还是非常不错的。刚刚也有听到本地人在说，下面呢其实也是有一条路，但是路不是很好走。以前呢有人呢在里面呢去露营，所以说这里啊如果能够好好的去开发一下的话呢，也是一条非常不错的徒步的路线。这个龙桥大峡谷啊，其实就是在大水井景区的旁边啊。如果说能够把它开发得更加完整一点的话呢，可以跟上面的大水井呢是联合起来，打造成一个大的景点。我想这样子的话呢，就会更好一点了。看一下峡谷当中的石壁，其实这些石头啊还是蛮松动的。这个石头啊就是这样子一层一层的。
这种石头呢，其实也不是特别的坚固啊。刚刚我用无人机啊，就航拍了一下啊，发现呢有峡谷的部分呢，大概就是2公里左右。再往后面飞的话呢，就是山了。峡谷的特别之处啊，就像是一座大山啊，被一把斧子一砍为2。大自然呢，真的是鬼斧神工啊，能够造就出这么壮丽的美景出来。我们回到这边上啊，就可以看得出来，这个石头啊，其实真的是很容易松动的。你看，就是这样子一层一层，很多裂缝啊。这下面呢也是有裂缝，所以说这个峡谷啊，经常呢都会有石头啊从上面往下面掉下来。这个呢其实也是十分危险的事。看一下这下面的石壁啊，其实呢也是很容易松动。其中一些呢已经完全是脱落下来了，就相当于啊是放在这个石壁上。往这下面看啊，景色真的是非常的清幽，而上面呢就是非常的惊险刺激了。刚刚我是用无人机啊飞到这最底下，测量了一下它的高度啊，就是从下面到栈道呢，大概是有200米，非常高。龙桥大峡谷的景色可以归结为4个字：凶险幽奇。一个景点投资了5000万，就这样子荒废在这里，相当的可惜啊。好，那这里呢就是龙桥大峡谷，我是俊谷，我们下一次再见，拜拜。